點解有啲人維持唔到長期嘅關係呢？朋友總係聚完又散嘅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V， 今日就想同大家傾下一個好多人都面對嘅問題。點解有啲人維持唔到長期關係呢？我哋講緊嘅唔係嗰啲幾年見一次嘅普通朋友，而係講緊經常見面啦，一齊聚會嘅朋友。點解有啲人總係會發現，當一段日子之後呢，朋友圈就會慢慢遠離佢，好似一次又一次咁重複呢一個模式嘅呢？好似我有個朋友呢，細個嗰陣喺中學有一班 friend 啦，日日放學就一齊去玩啦，假日咧嘅時候都會上去屋企打機嘅，好熟嘅。但係一畢業咧冇幾耐啫，就忽然唔再揾對方咯喎。到咗大學之後，同樣嘅情況再次出現。開始嘅時候咧，佢識到好多朋友，但係慢慢咧又係大家會淡咗啦，變成點頭之交。出咗嚟做嘢之後咧，就更加啦。一開始新公司新同事咧都會出去一齊食 lunch 啦，但係過咗半年之後咧，佢咧就變咗要獨來獨往啦。點解會咁呢？今日我就想同大家深入去傾下呢一個問題，睇下背後有咩原因，同埋我哋可以點樣去改善呢一個情況呢？第一個原因，缺乏真誠嘅交流。好多時維持唔到長期嘅關係嘅人呢，佢哋喺交流呢係停留喺好表面嘅，可能一齊食飯啦、傾偈嘅時候呢，就傾一啲好大路嘅嘢，八卦啊、娛樂啊，或者咧講自己嘅事，從來都冇去真正了解過其他人嘅感受同埋想法。記得以前有個同學咧，佢而家出嚟咧，每一次聚會都係講下佢公司點樣賺大錢啦，自己點樣升職啊，加咗幾多錢人工啊，又或者最近買咗啲乜嘢啊，從來咧都冇去關心過其他人嘅生活嘅，甚至佢唔記得其他同學做緊乜嘢工作。慢慢咧，咁大家就覺得同佢相處好難啊。下一次聚會就唔會再叫佢啦。真誠嘅交流係要落心機嘅，你要願意分享你自己嘅脆弱同埋感受，而唔係喺度只係表達你表面嘅成就。同時，你都要去細心聆聽人哋講嘢，關心人哋嘅生活同埋感受。呢個就好似跳舞一樣。你一步我一步，互相配合先至跳得好睇嘅，而唔係你自己一個人喺度表演，叫人睇住你。第二個原因就係太過計較得失，有啲人成日計較人情債，我請咗你食飯，你就應該請返我。我上次幫過你，你而家就要幫我㗎喇。呢啲計較嘅心態咧，會令到友誼變得好似交易咁。之前都講過啦，人情嘅債比錢債更加難還。如果你同朋友之間經常都變成人情債都有一本數簿，呢種關係就好難持久啦。因為人情債點樣還叫做還得晒呢？人哋覺得同你交朋友就好大壓力啦。周圍都係人情債，點還都還唔晒。真正嘅朋友之間係唔會斤斤計較嘅。第三個原因就係冇建立共同成長嘅空間。好多關係之所以慢慢會生疏呢，就係因為大家冇共同成長嘅空間。如果大家玩嘅時候都係食下飯啊、飲酒啊、睇戲啊、shopping 啊，
冇一啲共同經歷嘅有意義嘅事呢，就好難建立深厚嘅聯繫。好似我有個同事呢，佢加入咗一個跑步 group，佢話成班朋友通常就係跑完步呢之後就各散東西，因為大家呢都冇真正分享過自己嘅人生目標啊、價值觀啊，所以關係呢始終都停留喺跑友嘅層面，而好難真正成為真正嘅朋友。好嘅關係係需要共同成長同經歷嘅，可能係參加過一啲服務啦，或者係一啲學習啦，又或者係互相支持過大家嘅人生目標啦。當大家嘅共同價值觀同埋理想都係相似嘅時候呢，咁呢段關係呢先至可以有深度而長久嘅。第四個原因，情緒管理能力差。有啲人呢嘅情緒係好波動嘅，成日都好激動啦，或者係好負面嘅，令身邊嘅人覺得好辛苦。可能有時呢無啦啦佢會發脾氣啦，有時呢又會變得好悲觀啦，搞到其他人呢花好多心思嚟到安撫佢。好似我有個大學同學阿珊啦，佢每一次出嚟呢都會同大家去分享佢嘅負面慘事，成日就話佢好慘啦，佢份工好辛苦啦，佢屋企人好煩啦。大家聽落呢好想幫忙，但係如果次次都係咁呢，係會聽到人哋呢耳疾嘅。日子耐咗呢，大家都會覺得好攰。健康嘅關係呢，係需要情緒平衡嘅。你可以同朋友分享你嘅困難同埋煩惱，但係唔好當人哋係一個情緒黑洞，淨係吸收人哋嘅正能量，而唔付出任何嘅嘢。第五個原因，唔尊重人哋嘅界線。有啲人呢係好唔識得尊重人哋嘅界線嘅，可能呢成日呢就會打電話俾人，唔理人哋方唔方便，或者成日呢問一啲好私人嘅問題，令到人哋呢好唔自在，又或者呢逼人哋去接受自己嘅意見，唔尊重其他人嘅選擇。我有個朋友呢，以前係咁嘅，佢成日呢半夜打電話嚟。就好想同人哋傾偈啊，因為佢有心事啦，佢有事解決唔到啦。一兩次呢，我會聽嘅，我亦都會同佢傾一個2-3個鐘頭嘅電話嘅。但係明明我第日仲要返工㗎嘛，咁我就好婉轉咁樣講，我要收線啦，我要瞓覺，第日要返工。但係佢都一樣係照打嘅。後尾就係冇辦法啦，我都要慢慢疏遠佢啦。直情係將佢嘅電話咧就校咗佢靜音，總之佢打嚟咧個電話就唔會響嘅。喺任何關係入邊咧，尊重對方嘅時間、空間同埋私隱係好重要嘅。當你尊重人哋嘅界線，人哋先至會覺得同你相處自在嘅，願意同你建立長久嘅關係。第六個原因就係缺乏主動性啦。我一個好常見嘅問題咧，就係有啲人係好被動嘅，成日等人哋主動去約佢，而自己咧從來唔主動去約人或者組織活動嘅。友誼咧係雙方維繫嘅，就好似種花一樣，你要定期淋水，佢先至會繼續生長。如果你淨係等人哋嚟關心你，但係你自己從來都唔主動關心人哋，咁慢慢友誼就會枯萎啦。第七個原因，唔識得變通。喺人生嘅每一個階段咧，我哋都會面對唔同嘅挑戰、唔同嘅變化。有啲人咧就可能唔識得因應生活嘅轉變咧，去調整自己同朋友相處嘅方式，令到關係咧難以持續。例如，當朋友結咗婚、生咗小朋友嘅時候，佢嘅重心
就會轉變啦。佢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同你去夜夜笙歌，佢嘅生活模式係會改變㗎。如果你仲堅持同佢玩到夜夜笙歌、飲酒飲天光嘅生活模式，又唔能夠理解佢嘅生活重心已經變咗，咁自然佢會慢慢疏遠你啦。我有啲朋友結咗婚之後呢，我哋嘅相處模式都會轉變㗎。可能以前夜晚放工我哋會落巴飲酒，而家我哋改變，我哋去下午茶，或者去屋企食飯。等佢可以照顧小朋友，我哋亦都可以見面。我覺得呢個唔係壞事啊，只要係友誼嘅形式跟住人生嘅階段轉變啫。第8個原因，過度依賴。有啲人好過度依賴朋友，可能成日黐住一個人啦，成日要人哋陪自己啊，或者咧喺感情上咧好依賴朋友嘅，將所有嘅問題咧都要呢個朋友去傾聽，令到對方感覺壓力好大嘅。喺心理學嘅理論上面咧，呢種健康嘅關係係相互扶持，而唔係互相依賴。當你將所有嘅情感咧需要寄託喺一個人身上咧，對方就會覺得好有壓力。呢種依賴咧係會令到人想逃避嘅。我有個朋友咧，以前好中意一個女仔，但係佢每日咧都 send 好多 message 咧去問人哋你做緊乜嘢啊？去咗邊度啊？同邊個一齊啊？結果咧個女仔就覺得好辛苦，最後唔單止做唔成情侶，連朋友都做唔成。咁我哋點樣可以改變下呢啲情況呢？第一，學識主動去關心其他人，而唔係淨係講自己想講嘅近況，或者係想表達你嘅成就。適當咁表達關心，唔好斤斤計較，真心咁付出，唔好渴望回報。當你無條件去付出，又或者你係期望有收穫嘅付出嘅時候，對方其實係感受到嘅。第三，要尊重其他人嘅界線，唔好強迫人哋去遷就你，或者去聽你嘅意見，學識尊重人。第四，共同去建立一啲共同嘅興趣啦，或者係相似嘅價值觀啦，一齊學習。第五，學識情緒管理，唔好成為一個情緒垃圾桶。凡事都好負面嘅話咧，你睇唔到事物嘅光明面。第六，要有彈性去處理一啲情況。如果朋友嘅生活起咗變化嘅時候，我哋都要變化一下，去同佢重新去學習咗一個新嘅相處模式、相處嘅時間。我自己覺得長久嘅友誼係需要時間同埋心機灌溉嘅，就好似種花一樣，需要耐性，要識得關心，要俾足夠嘅陽光同埋養分，先至能夠茁壯成長嘅。有啲人種花，種咗一盆又一盆，但係都好快就死嘅，因為佢冇俾足心機，冇俾足關心同埋愛護。真正同持久嘅友誼係需要雙方都付出同埋珍惜嘅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建立長久而有意義嘅友誼。如果你覺得我嘅影片對你有啲啟發，俾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